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但是打球不厉害。你这个低杆拉不回这里，这是我最好的了。这就最好的了。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回来这里吗？为什么？因为你出杆速度不够啊。像你这样的发力动作啊，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的。教你一种发力的方式，学完之后啊，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低杆就能拉回来一库。来，我叫你来。球杆在接触白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速度啊，一定要学会用手腕。在球杆往后拉的时候啊，我们把手指稍微松开一点点。你看，手指是打开的，但没有完全打开啊，这里是还是掐住一点点。好，往前的时候呢，小臂先往前，你看手腕保持住这个角度，这个时候呢，手腕再给它一个速度，它是不是变成两股速度的合力往前去啊？来看一下啊，你看拉回来，你看这里都是小臂的速度，手腕在这个地方发力，我们打一个低杆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低杆效果就很强，但是你在练长台之前，一定要在这个距离就是白球的旁边，我们先练上大概20次这样的出杆的，一定要让它顺了啊！你不能说太延迟了，到这里手腕都还没出来，杆头都已经碰到球了。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手腕先走了，小臂再过来又没速度，所以它一定要顺畅。你可以想象一下，打别人一巴掌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啊！所以你在白球旁边练好了这种手臂的这种衔接，让速度达到了以后啊，在白球这里过来，轻轻松松，马上就回来，对吧？好了，想系统学习，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啊。下课。想要秀到对手头皮发麻，必须锻炼发力的动作。大臂不动，只动小臂是最初级的发力方式，力量仅仅只达到了1层。回杆时让大臂下降，出杆时将大臂上提，带动小臂进行发力，能将力量再提高1层。在这个基础上，当小臂向前快接近垂直状态时，让手肘继续向前顶一段距离，可以将力量再提升1层。在向后回杆时，将手指适当打开，随着球杆不断向前，手指不断收回，带着球杆往前送，这样就可以再提升1层。如果你回杆时可以把手腕的角度配合手指一起向后翻转，出杆时在小臂带着手腕走一段后，再开始翻转手腕向前，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5层力量。这种发力动作会让你的出杆力量变得非常饱满。了解了发力动作，接下来你需要在白球旁边先进行空杆训练。训练初期一定要注意杆头瞄在什么高度，出杆时就一定要再从这个高度经过，杆头抬高或者下压都会造成击球点不够精准。等动作熟练度上来以后，再开始增加出杆的速度。接着你需要针对性的训练低杆点位与高杆点位。在训练杆法的初期，尽量降低进球难度，专注于出杆动作的标准。出杆有了力量以后，再慢慢的增加进球的难度，从中等距离到中长距离。如果这个距离也难不倒你的话，就可以逐渐增加角度进行训练了。经过大量的动作练习，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是一个准度和杆法兼备的业余高手了。关注我，带你学习更多台球技巧。下课。怎么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明明已经瞄得很准了，一出杆就歪了，这种苦找谁说去？真想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别这样，别这样，我想这是大家在打球的时候遇到最多的问题。这节课啊，我会从3个方面告诉你怎样才可以让出杆更直。结尾还有我教学员时最有效果的训练方法给到你。好，让我们来开始学习吧。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后手每个关节最自然的动作方向。肩关节的活动空间最大，可以让整个大臂抡出一个大圆。其次是肘关节，肘关节朝外的时候，小臂只能横着摆动。肘关节朝下的时候，只能纵向摆动。但你会发现，无论是横向、纵向，小臂都会朝着肩关节的方向去摆动。所以啊，肩关节、肘关节还有腕关节这3个关节点形成的面，就是小臂摆动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向。而我们经常的出杆歪，就是因为这个面与进球线的垂直面不重合。
你只需要找一个小伙伴从后面帮助你把手臂的这3个点形成的面调整到进球线的垂直面上，就能够提高出杆的直度。第二种情况就是每次你想用力打球的时候，出杆是最容易歪的。也就是说，在你出杆时，这个面偏离了进球线的垂直面。这个主要原因是你的大臂锁定能力比较弱，因为大部分人在想要用力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大臂去发力。比如说打拳的时候，大臂会配合的把拳头送出去发力。而台球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发力的时候啊，大臂是要以提供稳定的方向为主，锁定住手肘的支点，这样子啊，小臂才能出杆出的又直又有穿透力。所以大臂的力要用在稳定上，小臂的力要用在前后的摆动上。通过结尾，我会教大家训练的方法啊，把大臂和小臂进行独立开来，才能让球杆出杆更直。好，再说说第3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手臂的这个面啊偏离了我们的视线。当我们趴下去的时候啊，如果这个面在我们视线之外，就在你出杆的那一刻，身体会很本能的让手臂啊去靠近视线的方向，结果呢就会导致出杆歪了。那么我们在趴下去瞄准时，就要将球杆放在我们视线的正下方，这样也可以提升出杆的直度。好，现在开始告诉一下大家平时该如何训练。如果你赶时间的话，我已经把这个训练方法整理好放在评论区了。好，我们先找一条直线，原处放块巧克粉作为目标点，先让视线完全匹配这条直线，接着球杆完全匹配在视线的正下方，锁定好大臂的方向，让小臂自然的先摆动起来，不要用太多的力去干扰你的小臂，就是很放松的去摆动，去看看球杆运动起来，是不是还在这条直线上？如果有什么偏移，可以调动一下肩膀的角度，直到球杆与这条直线自然的重合在一起。接着开始在球杆摆动的末端去加一些速度，就像这样子，每次球杆停下之后呢，都能够笔直的指向目标点。等稍稍熟练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力量加上来。每天像这样子空杆训练10分钟，出杆就能像尺子一样笔直，准度大幅提升。好了，下课。你们知道吗？我一开始打台球的时候，整整打了1年之后才知道有加赛这么个东西。有一天我在跟一个陌生人在打球，站在他对面去看，发现他怎么老是瞄在白球的非常旁边的位置，这样打能准吗？我正在等着他滑杆的时候，结果他不仅是精准的打进白球，而且吃库后呢，他进行一个反向的走位，还走到了黑球的位置。这简直不敢相信嘛，着实把我震惊到了。后来啊，我去学了职业台球之后才知道啊，加赛是台球技术进阶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加赛的用途啊，其实有很多，改变母球的轨迹，比如说打进原本打不进的球，目标球被阻挡了一点，白球还可以拐着弯过去。再比如说，还可以改变母球吃库后的反弹角度。所以学好加赛的技巧是台球技术从初级过渡到中级的重要阶段。今天教大家几种练习加赛准度的方法。我们先以中杆为基准线，准备好一个力量，可以先用中力打右赛，使球杆与中杆的基准线产生一个夹角。记住这个夹角，并开始进行试打。试打后呢，记住子球的方向，对下一杆进行调整。如果是偏左了，这个夹角就需要调大一些；如果是偏右了，这个夹角就需要调小一点。如果打左赛，刚好是反过来啊。通过这样反复的根据结果来调整夹角。之后你就会对每一种力量该用什么样的夹角来进行击打就会非常熟练。我们来记住一个口诀，力量越大，夹角就越大；力量越小，夹角就越小。久而久之，你就会拥有能利用夹角进行瞄准的能力了。想学习更多关于角度球加赛如何瞄准的，我都已经准备好放在评论区了，大家可以直接进去观看。下课。
加赛的5个小技巧，最后一招也太神奇了吧！技巧1：当目标球被阻挡时，正常击打会碰到障碍球，此时要略微抬高一点手架，击打左塞低杆点位，瞄准在进球点右侧一点，母球就会拐弯绕过黑球，将球打进。技巧2：遇到像这种中带球，角度向右，可是下一颗球又在左侧，正常击打，白球无论如何也过不了中线。此时只需要击打高杆左塞，白球吃库后就会直接改变反弹角度向左走，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拿下这局。技巧3：遇到目标球角度较大，要走位黑球，正常打进，白球容易跑得太远，导致黑球不好打。此时加一个左塞旋转，白球吃库后就会产生减速的效果，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4：遇到直角贴库球，直接击打，传递给红球的力量容易不够。此时可以瞄准红球靠后1颗球的位置，带口在左侧，保持手架不动，将杆头调整到左塞的点位，母球就会带着旋转先打到库边，再将球扫进。技巧5：遇到像这样的球形，球特别直，想要走位黑球，可是后方又有一颗球阻挡，打低杆会直接撞到。此时就要用到扎杆塞球，立高杆尾，击打中低杆左塞的点位。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学会的话，你让着我点哈。下课。